2005年4月12号中午，辽宁省大石桥市高坎镇的孙家院子里，两个女人正打得不可开交。婆婆卢素英和儿媳王兰互不相让。很快，两人的脸上都被抓出了血印子。原来，本来要去县城办事的卢素英突然胃疼，返回家吃药的时候，却碰到王兰在家里与别的男人打情骂俏。卢素英推开门，就和儿媳王兰扭打到一起。卢素英绝对没想到，她与儿媳的矛盾为她和老伴儿招来了杀身之祸。2002年10月22号，20岁的王兰嫁到了孙家。孙家家境殷实，7间宽敞的房子一字排开，在高坎镇是少有的气派。孙亮是孙家独生子，王兰是远近闻名的美人胚子，所以他们的结合让旁人羡慕不已。刚结婚的一段日子，王兰与公公婆婆相处很好，嘴巴也甜，很讨二老高兴。孙亮见漂亮的媳妇儿与父母相处得这么好，他倍感幸福，对王兰也是百依百顺。可好景不长，平静的日子悄悄起了风波。2002年11月19号上午，孙亮的同学找他玩麻将，孙亮刚要拒绝，王兰却在孙亮耳边小声说：“老在家待着憋闷死了，带我出去玩玩吧。”看见王兰那双大眼睛忽闪着，孙亮笑着挎起他的胳膊出了门。这天晚上，孙亮和王兰回来已是后半夜了，可卢素英并没有睡，他把孙亮叫到自己屋里说：“一个新媳妇儿怎么可以半夜还在外面？”孙亮笑了说：“妈，她是和我在一起呢。”那也不行。卢素英态度坚决。可偏偏从这天起，王兰恋上了麻将。从此，王兰天天张罗出去玩。可孙亮太爱这个漂亮又能撒娇的媳妇儿了。每当他生气时，王兰的大眼睛冲他忽闪几下，他就什么都忘了。而卢素英呢，却认为一个新媳妇儿走东家串西家，有失体统，太没规矩。终于有一天，卢素英忍无可忍，当着孙亮和王兰的面说：“不能拿麻将当营生，咱家不兴这个。”王兰很意外，孙家一向都是顺着他的。当晚，王兰拿孙亮撒气儿，一夜不让他亲近。母亲的家法和媳妇儿的惩罚让孙亮觉得难受极了。2003年6月，王兰怀孕了，卢素英不让她外出干活了，要她留在家里好好养胎。可耐不住寂寞的王兰又偷偷出去玩麻将，而且还在牌桌上结识了董伟。董伟30多岁，邻村人，家里养了几台车，靠拉脚做买卖，这几年生意红火。闲的时候喜欢玩一玩麻将，泡一泡女人。当时王兰有孕在身，倒没有发生什么故事。2004年4月9号，王兰产下了一对龙凤胎大双、二双。她在孙家的地位一下子提升了很多，公公婆婆和丈夫也少管她出去打牌的事儿了。2004年7月28号，王兰兜里的200块钱输了个精光。她正郁闷地往回走时，一辆红色摩托车横在了面前。董伟笑着递过一沓钱说：“嗨，我怎么会赢你的钱？”说完一溜烟跑了。王兰一数500元。董伟和孙亮完全是两种人，董伟看上去机灵，很男人气，孙亮老实厚道，是个让人放心的好丈夫。可孝顺的孙亮在家里一点权利也没有，弄得王兰手里很紧巴。王兰把董伟多给他的300元钱还给了他，但此后董伟总是找机会向他示好，而且对他出手大方，渐渐的让王兰觉得董伟比孙亮强。2004年12月6号，王兰谎说去裁缝铺裁剪衣服，就把孩子推给了婆婆。卢素英边做饭边看孩子，
不想大双从炕上掉在了地上，脸摔破了。他吓得忙抱起孩子去找王兰，可最后却在牌桌上找到了他。卢素英气得当着别人面骂了王兰，王兰也头一次顶撞了婆婆。卢素英气得抱着孩子独自回家了，王兰却赌气没回去。就在这时候，董伟过来安慰她，并带她到镇上散心，还给她买了条红围巾。这天晚上，任凭孙亮怎么献殷勤，王兰都不理。此后，王兰和卢素英，你看我不顺眼，我瞅你别扭，总是因为小事吵架。其中有2个深层原因，那就是婆婆把持家里的钱，她和孙亮一点权利也没有。王兰为此怀恨在心。2005年4月12号这一天，一家人都要去县城办事，只有王兰一人在家。可卢素英突然胃疼，中途返回家吃药，竟然发现王兰正和董伟在家里打情骂俏。婆媳2人终于爆发了战争，而心虚的王兰生怕婆婆将此事说给孙亮和其他人知，心里又悔又怕又恨。晚上，孙亮回到家里，卢素英瞅瞅儿子，欲言又止。她不想孩子们这么早就没了娘。一旁的王兰见婆婆没提白天的事儿，暗中松了口气儿。打这以后啊，王兰每碰到婆婆严厉的眼神就心虚得很。她开始少出去打牌了，碰到董伟她也不理他。可卢素英并不放心，几次王兰外出，她都在暗中盯梢。王兰终于忍不住了，一天晚上，她对孙亮摊牌说：“我和你妈水火不容，要么你把她杀了，我和你好好过日子，要么咱们俩离婚，我走人。”说完，王兰扑到炕上，呜呜呜地哭了起来。孙亮只当王兰是说气话，也没放在心上。从此啊，王兰与婆婆大仗小仗不断的。2008年6月4号，孙亮将2个孩子放到了岳母家，领着王兰从家里搬出来，在营口市老边区租了2间房住下。孙亮是这么想的，他想将王兰与母亲隔离，以此来淡化他与母亲的矛盾。孙亮在外打工，每天挣80元，王兰在家看家做饭，也没再提离婚和让他杀母亲之类的话。孙亮暗暗高兴。可是好景不长，王兰旧病复发，开始找新邻居打麻将，而且常常输了精光，没了钱他就跟孙亮闹。万般无奈之下，2009年1月5号，孙亮领着王兰回家了。卢素英见儿子回来了，心里很高兴，可一看到王兰，不由自主的就把脸拉下来，这让王兰也来气儿。当晚他就又翻出老话，鼓捣孙亮要么杀了2个老不死的，要么离婚。第二天，王兰和卢素英因何时接孩子回来的事又吵了起来。孙亮看着自己生命里最重要的2个女人在大年前的吵架，心里凉了半截。2009年1月17号下午，孙亮外出买年货，卢素英因王兰突然换了件新衣服就指桑骂槐，打扮得像个狐狸精，想勾引几个男人呢？王兰恨得牙痒痒的。吃过晚饭，王兰突然对孙亮发出了狠话：“今天再不杀了他们，我就领孩子回娘家，让你永远见不到我们娘仨。”说完，躺在炕上的王兰转过头去。斜靠在炕沿上的孙亮一下子把身子坐直了，目光落在正在炕中间熟睡的大双、二双的小脸上。2个孩子比他自己的生命还重要。他起身在他们的脸蛋上亲了一口。一个在心里摇晃了多次，折磨着他好苦的念头突然变得坚定了。孙亮悄悄下了地，走出屋子，推开母亲的房门，见母亲一个人坐在炕头，手里摆弄着一副对联。孙亮这才想起来，明天要过小年了。小时候过小年，母亲给他煮香喷喷的猪蹄儿，
每次吃的时候，母亲都不吃，都让给了他。想到这儿，他的眼角一下子湿润了。就在这时候，王兰突然进了卢素英的屋子，一双眼睛像刀子一样盯着孙亮，嘴角轻轻地朝炕头上的卢素英蠕动了一下，好像是提醒他，又像是下命令。孙亮的脑子里又忽然闪现妻子领着孩子离他远去的镜头，他顿时血往上涌。这一刻，他的脑子里又突然只有妻子和孩子了，而父母则变成了他奔向幸福的障碍。孙亮的手不再发抖，他本想窜上去用双手掐死母亲，可他发现了炕上放着的 VCD 导线，他顺手将导线套在了母亲的脖子上。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但他老迈无力，只瞪大了眼望着儿子，绝望的眼神里流下了2行亲泪，就再也没有动静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屋外传来孙长久的脚步声，他是去小卖店给2个孙子买零食去了。孙亮慌忙中在厨房摸起烧火的铁棍，躲在门后。等父亲跨进门槛，朝父亲后脑勺就是一棍子，父亲应声倒地。这时候躲在一旁的王兰窜上去，用那根勒死婆婆的 VCD 导线勒在公公的脖子上，直到将脖子勒出血，血一滴一滴顺着 VCD 导线和王兰的手指缝往下流，直到公公的头歪到一旁不动了。孙亮和王兰瘫软在2具尸体的旁边。这事儿发生得很突然，他们对视了一眼，慌乱地商量将尸体弄到哪儿去掩埋，可又怕被人家看见。孙亮踉跄地跑到院子里找了个耙子，回屋将炕洞子刨开，把父亲的尸体放了进去。但炕洞太小，母亲的尸体怎么也放不进去了，他就随便将母亲的尸体用一床破被子裹上，放到了厨房里。就在他转身的时候，突然看到母亲还没闭上的双眼瞪得老大的望着他，他浑身一哆嗦，吓得赶紧掉头就走。孙亮回到杀人的屋中，还没缓过神来，却看到王兰正急不可待地翻箱倒柜。很快他从婆婆的箱子里翻出了7000多元现金和24.8万元的欠条，这欠条是老人放出的贷款。孙亮愤怒而恐惧地拉起王兰走出门外，颤抖的双手将2道门紧紧地锁上。孙亮锁上门回到自己的屋里，已是凌晨2点。关上门那一刻，他背靠着门瘫软了下去。母亲那怒目圆睁的样子让他浑身像筛糠一样，他连滚带爬上了炕。一夜未眠，王兰也是一夜没敢闭眼。第2天就是小年，往年都是卢素英做好午饭一起吃。2个孩子早上起来后，习惯性的跑到奶奶屋前，见房门紧锁，就问孙亮和王兰。心虚的王兰说：“爷爷奶奶出门了。”看着孩子失望的表情和越来越浓的年味儿，孙亮心里既后悔杀了亲生父母，又担心被别人发现。到了黄昏时分，他强作镇定走出了门，碰到邻居问起父母去哪儿了，他装作很委屈地说：“哎，父母跟王兰合不来，我们一回家，他们就到四川打工去了，今年过年也不回来了。”他们家婆媳关系紧张是大家都知道的事，孙亮的说法让邻居们都信以为真。孙亮本想选择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，将父母的尸体运出去，找个偏远安静的地方埋了。可每要开锁的时候，母亲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就瞪着他，让他浑身发抖。这一拖一直到过完年，孙亮也没敢进那屋子一次。2009年4月9号，这天是大双、二双5周岁生日。王兰做了一桌饭菜，孙亮也给2个孩子买了漂亮衣服。可当全家围着饭桌坐好时，大双忽然说：“我要吃奶奶买的蛋糕。”
二双也叫起来，我也要。两个孩子一边要蛋糕一边要奶奶。王兰急忙岔开话题，费了好多口舌才算哄住了孩子。孙亮悄悄放下筷子，走出屋子，一个人蹲在院子里放声哭起来。孙亮找个理由把孩子和王兰送到岳母家，他决定这天晚上把父母的尸体运出去埋了，让二老得到安息。孙亮准备好了工具，打算夜深人静时候动手。可半夜时分，天却下起了大雨。本来傍晚时天还赏晴，怎么会突然下雨呢？孙亮简直不敢相信。可瓢泼一样的雨一直下个不停。听着窗外的雨声，孙亮趴在炕上再次大哭起来。这是天意啊，是上天让父母不原谅我呀。打这以后，孙亮不敢再想遗失的事了。此后的每晚，孙亮都把酒毒饮，只有酒精才会让他不去想更多的事情了。困了，他就蜷着身子倒在炕上，亮着灯睡觉。有一点动静，他就跳起来。他开始泡在网上找同学聊天。他在 QQ 空间制作了2个小棺材，旁边是大大的6个黑体字：父母大人永生。这一组奇特的画面引来很多网友的好奇，但却很难有人读懂画面里的含义。2010年2月13号，第2年的大年30，晚上11点，镇上鞭炮齐鸣，孙亮却坐在电脑前对着 QQ 空间的棺材抹眼泪。父母在的时候，每年过年全家都聚在一起，热热闹闹的。这时候王兰走过来叫他吃饺子，孙亮猛地从椅子上跳起来，一把抓住王兰的头发吼道：你拿着父母的欠条到处要债，你和我结婚是不是就是为了钱？王兰从没见过孙亮这么凶，吓得大声喊：大双二双！2个孩子跑过来，孙亮只好撒手。王兰忙躲到一边，孙亮搂住2个孩子。他想到了自己的小时候，母亲也喜欢这样搂着他。那时候和他同龄的孩子中，他的父母最疼他，只要他想要的，哪怕借钱也要给他买。这之后，孙亮想到过自首向父母谢罪，可又没勇气，于是他拼命喝酒，在酒精的催眠下才勉强睡去。2010年2月18号傍晚，大石桥市高坎镇派出所的民警突然出现在孙亮家中。当时孙亮正趴在炕上，炕下堆着整整3麻袋的酒瓶子。见到民警的到来，孙亮一动没动，反倒出了一口长气。原来因为孙长久夫妇1年多没有回家，这之间王兰又多次拿着欠条去收债，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，于是有人偷偷的给派出所报了案。派出所民警经过走访侦查，发现孙亮提供的四川亲戚那边根本没有孙长久老两口，加上孙亮与王兰的表现，引起了侦查员的警觉。很快，专案组通过监控他们夫妻的手机，截获王兰发给一个朋友的一条短信：他把人杀了。于是派出所民警迅速来到孙家。当民警来到警所的孙长久夫妇生前住的屋前时，孙亮突然从炕上起来，快步跑到老屋前，跪下去嚎啕大哭。王兰也抱着2个孩子，面如土色。众人愕然中，侦查员打开封闭1年的孙长久老两口的房间，异味扑面而来，2具遗尸只剩下骸骨。很难想象孙亮这2口是怎么守着腐尸过了1年的日子。最近这起儿子儿媳杀父母一案将在营口体育场开公审大会，等待孙亮和王兰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好，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。